孩子虽然9岁，语言表达只有3岁的水平。最近2周，夜里经常会突然受惊，浑身僵直，停止呼吸，大约过20到30秒，我一直叫他，抚摸他，他才会软下来。这一切都是在他睡觉中发生。他跟我睡一个房间，而且每次发生前几秒，无论我睡多沉，我都会同步醒来啊，因为你也能感应到灵体的接近嘛。这就是我说的晚上3点钟左右，那个时候是鬼魂最厉害的时候。刚才夜里3点55分左右又发生一次，这次发生完，他打了一个嗝，放了一个屁啊，这是典型的附体症状啊。老王节目一再跟你们讲，就是打嗝放屁啊，我感觉好像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啊。硅谷大姐，你这样听好啊。第一啊，我个人觉得你的感应是对的啊，就是有怨灵在诅咒他啊。那么我给你几个建议，第一呢，你给孩子的名字改了啊，你的孩子都不要跟复姓了啊，跟着你的姓，或者跟着你，如果你跟现在白人男朋友有结婚的想法的话呢，跟着他们的姓啊，这是很重要的，不要跟着前夫的姓啊，因为这个诅咒是跟着名来的啊。你改成老外的姓是最好的了。你如果不愿意改成老外的姓，你就改成你爸的姓啊，或者你妈的姓，或者你的姓。如果你正好跟你前夫同姓，比如俩都姓王，哎，那就坏了，那没法改了。反正总之就是要改一下姓啊，不是改名，是改姓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以前多次讲过的啊，阴病的这个去除方法，再次强调一下啊，就是在小儿受精的过程中，你可以用1碗小米啊，1个鸡蛋，在他的身体上，在他肚子上滚。如果鸡蛋变色了，小米挖进去了一块啊，那你就是基本上就是确诊了，是阴病不是阳病啊。你可以在我相关的视频里找到具体的方法。那如果要是你找不到呢，我希望热心观众呢在评论区啊给他打出来啊，因为我好多热心观众都做笔记把它抄走了。然后呢，就是你的家里现在很不干净啊，你现在家里边他进去了。第一呢，你可以尝试啊，在最正的正午，就是特别大的太阳的时候，你跟你儿子2个人呢，就把你这个3儿子呢，带走，给他开一个酒店啊，比如说海亚特呀，比如说丽思卡尔顿呐，或者比如说万豪啊，总之就是一个人气比较旺的酒店，你们开一个房间，大中午的啊，就是大太阳天晴的时候，你们搬出去，别带行李啊，行李有可能他会跟着你走啊，他会跟着你跟出来，尤其是别带雨伞。你如果带了雨伞，他几乎一定会附在这个伞上跟着你出来。那么你就是人出来，然后你们开上车到酒店里，到了酒店里以后呢，你们住进去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是能够搭乘公共交通，那是最好的啊。你试一试，开1个星期吧，也没多少钱嘛，7天的房间啊，大概这种档次的酒店在旧金山大概$300啊，你就花$2000啊，我估计你经济上不差这$2000。你看这7天晚上你儿子是不是睡得特别踏实？如果这7天儿子睡得特别踏实，没有闹，没有3点55放屁打嗝，那就基本上能确诊那个东西在你们家待着呢，啊，在你们家盘桓，就是物理能给它隔开。那你这样的话呢，你要么搬家啊，如果要是没有搬家的条件，没有换房的条件，你切记住在旧金山那种老区啊，旧金山有好多老区老房子，70、80年、60、70年的那种区。你像我们温哥华也有这样的老区，比如说温哥华西区、东区，它就是100多年以前的城市啊。旧金山也有好多这样的老城，那阴气特别重啊。你尽量去那个阳光明媚的那个新城市刚刚开发，大概20年左右，10几20年以前啊，连片开发的建筑特别的干净，采光特别好，你搬到这样的地方去，哪怕 downsizing 小一点，这个为什么？这是健康第一啊，它跟不过去的。如果要是说你去了酒店住，他还是打嗝放屁，晚上3点惊厥，那这个问题真挺严重的，他就不是孤魂野鬼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只是这个房子里的住的孤魂野鬼干扰他，比如说是老外的死老外的灵魂啊之类的干扰他，那就我搬个家就得了。如果去外边
住了都不行，都跟着，那就不是老外的灵魂了，那就是老中的灵魂，就是爷爷奶奶的这个怨气了。那这个东西呢，要是想解的话呢，那挺麻烦的。你去旧金山找一些，旧金山有庙的，他们有这个业务的，佛寺啊，就是佛庙有这个业务。因为你爷爷奶奶肯定不是基督徒，所以呢，你就找一个佛寺，把爷爷奶奶的牌位供起来，烧香啊，念经，给他们供养啊，把他们呢怨气消解掉。那你要是能够抄地藏经或者念地藏经，在孩子不在的时候啊，因为你比较健康，你来念地藏经啊，点上一个蜡烛，念，就网上就有地藏经，你打出来也好，你再对着手机也好，念地藏经之前写一个回向文啊，仅以此经的功德回向给爷爷奶奶的名字写好，然后你念完啊，再把你的回向文啊，回向是什么呢？回向就是咱们买东西那个订单 order 和 receipt 啊，这就叫回向啊。回向呢，就是你念完这个地藏经之后啊，这个地藏经你念完之后，地藏经是专门对付鬼神的啊，专门对付这种怨鬼的，所以地藏经是第一灵的。地藏经不是每个人都能念啊，因为你如果要是正好你也神经衰弱、抑郁症，你念地藏经很麻烦的，越念越严重。地藏经是直接可以往鬼神账上存钱的这种经文，所以它特别容易招来更多的孤魂野鬼啊。比如说你这个屋里只有一个孤魂野鬼，你天天在那念地藏经，可能就来50个孤魂野鬼。所以呢，你可以试一试，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就别念了。那么一个是去庙里边供他们的牌位，一个是给他们烧纸啊，减少他们的痛苦，贿赂他们。再有一个就是给他们念地藏经啊，定点的给他们积累功德。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啊。那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具体的小技术啊，我也传授给大家过，就是在房间里边挂镜子，不是说这个镜子对着床，人休息不好。如果你已经被鬼魂迷上了，那正好相反，那个镜子就要挂在床头了。镜子要挂在什么位置呢？如果这个鬼接近这个床的话，这个鬼能看着自己这个位置啊，要挂镜子。屋里边要布置镜子，因为你这个屋里边很不干净的时候，这个屋里边要多放镜子啊，常年开灯，不要省电啊，常年开灯，多放镜子，多通风啊，多通风啊，那个排气扇，不行的话增加几个电风扇啊，这个都是有用的。电风扇常年开着。啊，你这个屋里边不要有任何腐烂的味道，多角度打灯啊，多角度打，就像我现在这个直播间一样，要各角度打灯啊，就是常年亮啊。然后呢，如果要是有惊觉的时候，要用电吹风啊，你比如说咱们平时吹头发那电吹风啊，吹孩子周围啊，在鬼魂的世界里，这个电吹风啊，相当于火焰喷射器或者手枪啊，所以你也看不见它嘛。然后你就把床周围都吹一吹，但是这个呢不是一个治本之策啊，只能是把它吹跑。他把它吹跑，他又来了一会儿。刚才我看有教友说养个狗或者养只猫啊都可以啊，尤其是狗，狗是能够看到的，狗也能闻到。千万别养那种傻逼狗啊，比如说泰迪呀、比如说这个法斗啊，它这种小狗，它的那个本性，猎犬的本性没有了。你买那个猎犬啊，比如说拉布拉多、金毛、德牧啊这种，或者这个苏格兰牧羊犬，就是它还具备猎犬功能的这些狗品种，它能看见啊。二哈可以吗？理论上说是可以，但二哈经常犯病，你就是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就是二哈你就是二哈不稳定，你知道吧？二哈有的时候它误报，你说它折腾你啊，所以边牧或者拉布拉多啊，你就是女士的话，拉布拉多都好啊。养猫效果我觉得不太好。土狗当然最好了，土狗咱们4眼土狗就是中华田园犬是很好的。所以这个养一些凶的、大的、黑的啊，记住啊，这是老王都是实战经验，就是养黑狗
黑狗杀气特别重，你可千万别是什么可爱你养什么，因为你现在你是要面对的是一场战争啊，你是等于是在打仗啊，你等于是他们家里进贼了，只不过这个贼啊不是肉身贼，你看不见。德国牧羊犬黑背呢，当然行了。杜宾那他妈别说鬼了，人看着都他妈那个有一种黑色的那个意大利教父经常养的叫罗威纳的，那个罗威纳坐在屋里，啥他妈鬼都不敢来。别说鬼了，是邻居都不敢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但是 depend on 你的生活条件，你的居住环境啊，你不要因为养了一个黑狗而造成邻里和社区的不安啊。好了，然后下一个也是救救我的孩子啊，王哥，夜间惊哭附体，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小孩在小的时候，他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他的灵魂没有长结实，特别容易受外邪的影响，无论是偶然招来的外邪，还是这种 curse 这种诅咒的外邪，因为没办法，因为孩子都是最脆弱的时候嘛。老王大哥你好，之前一直在国内抖音观看您的切片，大多是关于您的过去往事，后来慢慢刷到您的玄学视频，让我从一个唯物主义者慢慢有所转变。现在我遇到了所谓的封建迷信之事，也会心存敬畏了，求您帮我分析一下我大儿叫什么什么啊？目前患有明确的儿童抽动症，也叫妥瑞氏综合症，症状属于中度，大体是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单只眼睛不受控制向上翻白眼儿。考虑到孩子小，只吃的是中成药啊，昌麻西风片，吃了1个月，症状好了，便停药了，但是后来出现反复，而且更重了。一直到今天，虽然用到了中西联合用药啊，阿利派唑加硫必利加中药啊，我也不懂这些药名。孩子的症状从面部逐渐扩展到了颈部啊、四肢和肩部。回忆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我也觉得他是有些问题的。首先，孩子备孕就不顺利啊，巴拉巴拉出了很多问题啊。没等到妈妈开骨缝生产的时候，就是剖腹产。大夫得意地说，从孩子嘴里吸出了10几毫升浑浊的羊水。在孩子还不会说话1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在农村老家住，有段时间孩子半夜总是莫名的哭闹，一哭就是半个小时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就是说，就像我说旧金山、温哥华这种老城啊，包括洛杉矶啊。你看洛杉矶那些老城，阿凯迪亚那种老的华人区，那个房子都不干净啊。因为我从那儿走，或者从那儿租房子住，从街区里边一过，我能感应到这个地方就是属于容易出事的啊。但是你要是在洛杉矶，比如说你在尔湾，尤其是在尔湾的那些新社区 ，gated 的那些新社区，统一设计的，它就干净的多。你在农村呢，这孩子就是容易沾这些东西啊。后来我们在县城买了商品房，孩子也半夜出过。半夜哭闹，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孩子打小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理能力差，不开窍啊。2岁多才开始说话，之前都是穿开裆裤的，因为一穿裤子就拉到裤子里。另一个表现就是3、4岁的时候特别倔啊，脾气很大，跟大人耍脾气，只有这个挨了打情绪崩溃了，揍的情绪崩溃了，才会像泄了气的皮球缓解啊。这种教育方式都是很粗暴的啊，农村的打孩子啊。孩子老娘家应该就是姥姥家吧，在龙亭镇啊某某村，属于半山村的地方啊。这个村背山面水，姥姥家在村的东南角，前面有水库。孩子的老娘啊是一个没有文化、非常迷信的老人。据我观察，家中供奉着牌位啊，这个老娘应该是出马或者供仙的啊，有4、5处之多。每逢节假日就会烧香念咒。孩子小时候每次去老娘家午睡啊，都会睡得很沉很香，不容易醒，也不会闹。因为他们家供着这些东西，等于是保家的，所以那个杂邪灵他就不敢过去收拾你儿子，欺负你儿子，所以他当然就睡得很好。孩子4岁左右，孩子老娘托村里的神婆给孩子施了解锁仪式，效果我没在意啊，因为他当时是无神论啊。现在孩子已经上2年级了啊，属于智商没垫底儿，中上水平。但是由于国内教育的打压，孩子们上学不自由，尤其是学校对安全越抓越紧，现在孩子们甚至不允许下课出去玩耍。我个人是一个接近自由职业的中年人，做跨境电商（括弧我90年生人），从小足够培养
和陪伴这孩子，特别爱给孩子们拍照。所以现在儿子出现了这种情况，恳请姥姥以您的丰富经验给我们提出宝贵见解啊！我给你提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你可以参照我给这个旧金山大姐提出的这个建议，但是我觉得你呢，你其实条件比旧金山大姐好得多，因为你们家自己那个孩子老娘就懂这个，那你不用去请外边人，你与其让孩子吃药，不如让孩子老娘去带这个孩子。说句不好听的吧啊，你们这种家庭啊，就是韭菜家庭啊，您别不爱听啊。虽然你做跨境电商，但你还是个农村的这样的这么一个所谓的韭菜啊。你就是在县城买了房，你依然是韭菜；你就在地级市买了房，你还是韭菜嘛。那么你在中国既然是韭菜，那么你的孩子啊，至于你孩子学习好还是不好，你一定要把这事儿放宽心啊，不要让他去卷学习。我要是你啊，我觉得孩子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啊。这学习好不好呢，对他的命运没有任何影响。尤其是在13、14岁之前啊，上初中之前，他这个底子打好了，别有这种怪病。有这句话，就是我们段然医生的名言，就是阴病不可怕，但是阴病时间长了治不好会变成阳病了啊！一旦变成阳病就坏了。阴病就是这种附体啊，这种鬼神啊，这种东西，及早重视，小孩的时候就给他处理掉了就得了啊，不会对他肉体产生影响。那你长期不弄的话，他就肉体神经啊什么的，脑子都出问题啊，这就问题了。好了，那我们接着讲这个阴病怎么治啊？一个是让你老娘懂的这些开光这些老太太多给你儿子念咒，多给你儿子保护伞啊，给他护身符什么都拿着啊，这是管用的。包括请他们到你们卧室啊，听这个意思，你们家卧室应该是很不干净了。到卧室里贴符，千万别以为这是迷信啊，这不是迷信。烧纸钱贴符，跟对方谈条件，让他滚蛋啊，让这个鬼滚蛋。这是你比洛杉矶这女士强的地方，因为她还要再找你，是不是自己家人就会？那么剩下的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啊，增强灯光，增强镜子，然后增强符咒，然后多念一些经，多做一些善事。那么在与别人争执的时候，不要跟别人去做坏事啊，不要害别人。那么在生活中也是能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就是放宽心。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智商也不是很绝顶啊，那么学他也学不出个啥来，那就是让他快快乐乐的玩耍啊，在老娘家住着健康的话，加强营养，多晒太阳，多锻炼身体啊。至于上学什么，捐在教室里边接受那种愚民化教育呢，放在后边去啊。